怎么可以说曹董没有捐呢？你看全校长陈丽君都说了，曹新成有捐1500万，这个1500万到底有没有捐？陈丽君说，其实整个过程他是没有查证，不相信有人会说自己捐了却没捐钱，这是极少发生的事。但事实上，当年他查就没有查到这1500万。所以我不晓得把布居士他到底是要把布到什么时候？不吹牛你能死啊！老曹一出事，全辜负一人，倒姑姑成大电机系教师。前后打脸的情况是不是很好笑？窝姑姑石柏民夫，捐钱是情分，不捐是本分。医师姑姑1500万，对曹董根本连单位都称不上。名嘴姑姑，看过曹董豪气捐款，不会怀疑他捐真的还是假的。大佬姑姑翁达瑞，这叫行为一贯性，抹黑很困难。果然只要有钱，舔狗永远不会少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welcome the host. 曹新成就在他被抓包，嘴巴上喷阿贡，实际上喷在阿贡里面的时候，现在龚小林多爆一条，他欠1500万，但是马上就有人说，哎，不对啊，前清大校长陈立俊曾经说过，曹新成有捐1500万，这个1500万到底有没有捐？此言一出，绿媒是争相报道，把陈立俊的演讲稿给搬了出来。当时曹总在清华大学最脍炙人口一件事，在1996年与沈君山前校长的围棋大赛，是以曹军大败，为清华大学赢得了1500万的捐款。那不论如何，清华都很感谢。刚才曹董也告诉我，既然有人声称他未兑现诺言啊，我也在顺势的代为澄清，清华大学确实收到捐款无误，以了此公案。其实陈立俊并没有证据，但是绿媒就各种播报陈立俊的说法，以至于陈立俊被逼着出来做回应。陈立俊说，其实整个过程他是没有查证的，只是想说代表校方的立场感谢，不相信有人会说自己捐了却没捐钱，这是极少发生的事。那事实上，前几年曾经邀曹新成到学校来演讲，并希望跟曹新成募款，但最终没谈成。当年他查就没有查到这1500万。哇，那事情讲到这里，其实曹新成已经是满脸豆花了。更可悲的就是这些绿媒，还有翠上面那些臭姑姑，很爽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姑，人家曹董捐的哦，怎么可以说曹董没有捐呢？你看全校长陈立君都说了啊，你看历史哥翻车了，呵呵，红媒翻车了，中共同路人又翻车了。然后像有一些人也上车，你比如说成大电机系教师李宗宪，这只老姑姑马上就在脸书就写，哎呀，你看啊，曹新成是捐款人，第一次看捐款人这么多年，在收钱校长过世以后，才被清大说根本没捐啊，前后打脸的情况是不是很好笑啊？青菜啦，反正台湾人也习惯了啦，为了政治自己前后打脸多得不得了啊！理论上大学对捐款这种事情就处理得非常小心，通常只有感谢，不会像流氓一样恶行恶状。第一次听到有人有一天是为了政治而服务，所以呢，顺便干你妈去了，干你妈清大，好，顺便干死清大。结果他成大的，他跑去管清大，没关系，好，他高兴嘛。这个瓜真的是又臭又长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承先启后的就有人又要跳进来撞墙。石柏民夫他说，1996年5月，清大有跟联电签署一项1500万的合作项目，认为合作就是捐款，又是一只窝咕咕。这话一出，清大隔天马上再打脸，就没有收到捐款嘛？那事情到了这个样子，越来越难收拾。医师姑姑也出现了，杨思棒出炉点说1500万，对曹董根本连单位都称不上。前2篇文章谈曹董1500万捐款，陈立俊是反口供，他对自己负责。然而问政品质足不忍睹，一心想被统一的钟小林，无非是剑指主张反统一的曹新成，把曹董这个大方捐款打成未捐者，有这么容易吗？名嘴姑姑，前北美智权报总编辑徐清华，在我先前发文留言，经历那个年代看过曹董四处豪气捐款的，不会怀疑他捐真的还是假的。徐先生跟我所见所闻一致啊，曹董很常捐钱，很爱捐钱，证据在哪里？他就只是说我有证据，把人家的不好意思更正变成他叫翻供。这些舔姑姑果然只要有钱，舔狗永远不会少。就说1500万，说粗鲁一点，曹董根本连个单位都称不上。好啊，但曹董现在宣布再捐1500万呢，钱呢开始扯东拉西。1994年，李远哲决定筹组杰出人才发展基金会，同年基金会募款上，曹董慨捐1亿。关于曹董评价，有钱后面还可以加上大方啊，他力抗共产党，唤起台湾人心中实属伟大。是，你不要再帮曹董宣传了。如果后面又查出曹董没捐钱，曹董会不会人格越来越破损啊？
连小姑姑都受不了了。主题是罢免不是任立委，谁当你现在都可以，反而检讨起罢免领衔人各种私领域陈年捐款就是根本乌贼战术，媒体要正本清源，回到罢免立委主题上才是啊。然后这里有一只大老姑姑翁达瑞，这叫行为一贯性，抹黑很困难，所以舔曹新成就是姑姑界的全民运动，不够姑的都发现问题很严重，不要再讨论曹新成了啊，去讨论徐巧芯啊。接着马上又有人加码，联电前总经理吴洪仁跳出来，捐款的是联电，清大当然查不到曹新成，他是不是觉得清大是白痴啊？如果要查捐款的话，看到联电连结一下曹新成当董事长的时间，不就知道到底是联电还是曹新成，就结了嘛。若说是还赌债，不就有赌博行为的刑事犯？现在清大的捐款只查到当时曹新成捐款，现在当时查不到啊。如果仔细看合作项目也非捐款，而是清大要有研究项目。如果曹董真的因为赌输捐款，有没有赌博行为？省局他是学术大佬，哪管这种细事？当然要追着要1500万，当年对曹董或联电均非小钱。不是啊，吴洪仁，你讲到这话就不对了嘛。你看隔壁的棒棒医师，他说出炉点1500万，对曹董根本连个单位都称不上。你这不就打了棒棒医师的脸吗？更坐实了曹董跟联电可能没有捐吗？姑姑们，你们要吵架口供也对一下，不是这样子搞吧？此文一出，老谢金河马上用金周刊发了一篇，沈校长跟曹新成当时对弈，出一子以1万美元为奖赏啊，沈校长赢了50子，共计50万，曹新成直接把汇率定成30:1，捐了1500万给清华大学。现在看起来好像都在石板提出曹新成欠清大1500万，捐钱是情分，不捐是本分，我不捐要怎样？逼我啊，你来啊，来，你来打我啊，笨蛋！我真的没有想到第一次调出这么多有头有脸的姑姑，所以一方姑姑有难，8方姑姑来援。林宏文为什么去转吴洪仁的贴文？是因为林宏文是金周刊的顾问，你金周刊写涉及新闻写的这么理所当然，真的是不要脸到了极点。所以你就看各种姑姑都出现了，反正什么姑都有，真的是老曹一出事，全姑护一人。真的很厉害啊！这个时候有一个看似不嫌事大的人出现了，清大校友土条，他说我蛮意外，资深媒体人林宏文会上这台翻掉的车。他所转载的前总经理吴洪仁的贴文称，捐款的是联电，只是清大总务只查当时曹新成捐款，当然查不到。吴洪仁只是在附和石板民夫一开始的说法，曹新成则宣称本人给的是支票，洗地仔早就已经翻车了。石板民夫有阅读账，还在跳针。郭台铭前几年捐 BNT 的时候，也用了鸿海和永林基金会的名义啊。那我前一篇明明有举台积电的实力，企业当然可以捐，产学也可以合作，跑董事会流程就好。但是鸿海买 BNT 捐政府，台积电与大学合作案皆是如此，捐赠归捐赠，产学归产学，会计科目要写清楚，绝对不能公私不分，用公司款付私人债。林宏文专攻产学发展，还自挂长期关注公司治理，怎么可能不知道这是公司治理大忌啊？甚至有行者好心提醒一下，下一回合就别拿曹董是用联电名义开支票，联电捐等于曹董监来开脱哦。醒吾董事长以集团高中名义开支票，担保个人4000万债务，被判背信罪2年定谳，是有机可查。董事长下期输了1500万，回来叫公司付钱。联电是上市公司，总经理卸任之后报了不能说的内账，金管会和检调应该动起来了吧？难道曹新成承诺捐国防30亿也要由联电买单吗？各位股东啊，要有警觉啊！清大毕竟是国立学校，照理说不会想得罪执政党，为什么陈立俊干冒大不韪立刻更正自己的口误？因为这台车不能上啊！姑姑们，傻姑们，你们还上车啊？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，陈立俊是联电首席独董，独董有查账权，我建议由前清大校长现联电独董陈立俊好好查一查清大和联电的账，再决定要听前总经理的还是现任独董的，已经够乱了。结果还有其他的姑姑加入战局，政大的法治学院副教授刘洪恩在脸书指出，支票开立记录、兑现记录究竟谁的户头，这对清大现在可能很难厘清，对检察官而言却不难可以查到的事情，清大校方发言要谨慎。哇，直接恐吓，你们小心有法律责任哦，检察官会办你哦。哇，清大在内战，干你政大什么事？你政大人又不会去台积电上班，除了少部分的法务之外，这是一瓜还有一瓜高，瓜瓜相连到天边，车门没焊死，大家争相跳车，车
门焊死，破窗，砰，也要冲上车啊！反正曹董这台车太香了，真的是很屌，各种上车。乡民们反映，我买0050等于间接持有台积电，台积电捐疫苗等于我捐疫苗。股东们，你输钱我们赔吗？当清大财务是白痴吗？1500万的捐款1年，所以只是一个幌子而已。哇，公款私用，上市公司有加重背信罪7年起跳，把公司的财产当自家财产，犯罪自白哦。之前说曹是直接给沈校长，现在又改口了。这是公司大 boss 该讲的话吗？惊呆了，这算自首吗？一个说给支票，另外一个说是合作项目，一个说给省本，另外一个说给学校，到底哪个版本啊？那就是背信罪咯，赌债董事长拿企业的钱来赔，挪用公款，姑姑们整顿一下好不好？接下来马上又有人说曹兴诚当年是办讲座啦，他认为严晃策纪念讲座、严晃策通俗讲座指的是同一个讲座，讲座经费呢是以捐得校长自由支配款支付，以后要单独募集基金。简单来讲啊，他认为曹兴诚给的1500万捐款中的部分就是沈君山拿来办严晃策通俗科学讲座。那我就问，如果没有这笔钱，沈君山提用部分如何办成讲座呢？这事情扯到这里，让人家觉得匪夷所思，开始在凑金额了，没有任何直接的证据。结果马上就有人去翻报纸，1996年12月26号联合晚报03版话题新闻，沈君山前天在国立大学募捐研讨会上碰到台大校长陈维昭，碍于陈维昭当面邀约却盛情难却，不但出席参会，还自掏腰包捐了2万元。当沈君山说下期输他1500万的联华电子董事长曹兴诚要分6年捐款给台大、交大、成大、清大各1500万，当场高兴的表示，曹兴诚下期另外输给清华大学1500万元，到现在还没到手。他透过媒体要曹兴诚赶快交出这笔钱。大翻车时代又出现了。96年12月29号，96年5月6号，棒棒蹦蹦啊，丢死人了啊！大哥，96年12月29号，曹董还没给沈君山钱，这时候是不是沈君山又不可信呢啊？查到现在这个时候，曹兴诚在干嘛？大家不要中计，都是中共地下党员在转移焦点，这是一个很严重的指控。中共地下党员，你有没有证据啊？他没有证据就直接丢。他们玩这些低级的把戏呢，是想转移焦点，分散大家的注意，希望大家无视蓝白立委通敌叛国的行为。所以我对这些污蔑啊，将默默的收证，不公开做任何回应。等我收证完毕，一状告上法院即可。告了没有？什么时候要告？赶快告啊！套熟啦一个，把布。看来不是把布居士，是喇叭居士，只会吹啊！最后又开始抹红。傅昆萁在广州暨南大学受信拿到博士学位，暨南大学直属于中共中央统战部管理的中央部属高校，换句话说呢，是中共统战部培训的地下党员呐。而听命于傅昆萁的徐巧芯、王宏威、罗志强，也是参加中共地下党员的行列啊。所以这次大罢免是消灭中共地下党员对我们国会的间谍行为。我告诉你，我不会放过你这件事情的，我一定会追到底。我不晓得把布居士他到底是要把布到什么时候。而且我觉得他有一个事情不对，把陈立军校长清大拖出来抹红。陈立军在10年到14年的时候，亲中舔共不遗余力，可想见清大已经被中共渗透非常严重。那你曹兴诚过往的时候，你被中共渗透的不是更厉害吗？你去推统一公投，说我们可以一投再投，然后还说可以让中国大陆的人也来台湾选举，然后把我们的晶片技术投资到中国大陆，这些事情以你现在的说法就是渗透吗？那你就是中国同路人吗？还有大陆小三的事情也是一样的呀。所以说你怎么好意思把人家拖进去？再来，你这次又再重现了一次用政治去迫害一间学校，那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可耻的事情。但他们呢是乐此不疲。那很多人就说曹兴诚是一个平民，干嘛批评他？不是，他不是平民，他是全民国防韧性委员会的顾问，同时是文化总会的执行长。你告诉我他是一介公民，有人相信吗？
那你的说法本来就是要经过大家的解释嘛。所以黄世修他就直接在底下留言，曹兴诚终于承认他没有捐了，所有洗地仔都被甩出去，红卫兵斗了老半天，结果现在真相大白。这个1500万罗生门有6种版本，6种版本才过几天而已啊，我也是惊呆了。所以我就说，可能曹兴诚8部居士真的是异能人士啊，用时间前行公式不断的去改变过去，只有这个可能性啦。